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原本我在制作这一艘金刚的时候，我想说的上色把它做完，那制作完成之后再拿来跟富基米的金刚来做一个比对。后来我发现我想太多了啊，并不是说它不能跟富基米的比，而是它有一些缺失，就造成这艘船基本上是没办法完成的。OK， 好，那我们先从说明书的部分来跟各位说一下这艘船的状况。船底的部分，这一些所谓的驱动轴的这一些固定支架，我是没有安装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太会出问题，所以我就没有去制作这个区块。甲板上的 3D 列印件这一些所谓的通气孔，这一些我也都没有安装，因为我拆了一颗下去组装之后，我发现它的组合度是 OK 的，所以那大致上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可能是数量会有问题而已。好，再来第一个出错的点，蚀刻片标记的错误，前端是由两组蚀刻片组成的，它只标记了一组，那里面的零件有这个东西，所以做了起来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到它的船首这部分，所有的蚀刻片，这个是长度是足够的，是齐全的，这里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再往下观察，这些船锚、主锚这些我是没安装啊，然后水手登舰梯我也没有安装啊。到这个地方这一部分我全部都没安装，包含的它的武装系统我都没有安装。因为这些我觉得要出错的几率是非常的低。好 ，OK， 那金刚号在两侧总共会有6座的127的防空炮，那这个防空炮它很贴心的给你做了所谓的射击安全框，在旁边是使用金属蚀刻片，结果它的长度不够，所以它有给你所谓的安全框，问题是安全框它没办法着地，它是悬在半空中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悬在半空中的，它后面是没有施力点的，它是完全不够长的，这个部分它的尺寸就是有问题啊，它是不够长的。好 ，OK， 这个是小问题啊，你可能可以修剪蚀刻片的高度，这里修剪，然后让它后面可以着地，这样子也是可以，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两侧的4座防空炮，它所有的后脚都是没办法着地的，这里都是没办法着地的，所以代表它的长度全部都是有问题。好，然后我们再看旁边吊小艇的这个部分，这个我也没有安装。因为我到最后我实在是对这艘船已经失去我的耐心了，我真的是不太想去制作它。然后弹射架 OK， 这个是塑胶件的零件，那只有塑胶件，没有给你金属件，没有给你蚀刻片。不过它的塑胶件这个东西做起来，比早期的任何一家日本厂都看起来都还要漂亮啊。可是当它在蚀刻片面前比较起来，它就是很粗啊，它就是很粗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以做船模来说，然后有用到使用到改套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蚀刻片会比较实际一点。然后由于它原本的塑胶件就已经把所谓的水上飞机的搬运滑轨全部都设计在上面，所以你只能用遮喷的方式让它上色。OK， 就是像现在这样，我是先喷上底色咖啡色，
然后用胶带去遮蔽，然后再喷上金色，喷上金色之后，再重新遮蔽一次咖啡色的地方跟金色的地方，然后喷上所谓的军舰灰啊、然后它这个转盘这个我就觉得是很不错的东西，因为它的密合度相当棒，真的，这个东西密合度做得非常棒。OK， 好，然后这个是关于水上飞机的部分。好，然后它的起重机是 stainless 的材质的蚀刻片所弯折起来的，那是非常的难折啊，非常的不好折。然后我去观察它后面还有这个所谓的详细介绍，在后面有个 P58， 那 page 58页有一个详图1的介绍，结果那个介绍看起来就是跟没介绍是一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有经验的话，你在制作的上，你都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是怎么放，对不对？然后你翻到了 page 58页，你想说，会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解释吗？58页，然后一看，它只是告诉你折这4个边，然后其他就没有任何的细项的说明，所以它是没有插销的，它没有附插销给你，所以你要固定你的滑轮，你就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或者是直接快干超级胶点上去，就这样子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跟你说详细图1参照 page 58页详细图1，结果你翻过来之后，你发现你是白翻了，因为这一页对你来说是完全没有帮助的。OK， 好，再来看后面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这里都没安装啊，这都是小东西，我是觉得不太会出问题，所以就没有去安装它。好，再来就是到剑桥的部分。说实在的，我觉得边境的金刚的剑桥做的算是非常棒的东西，可是它在这个部位使用了相当多的金属蚀刻片。那福基米跟 Pantos 它也是使用金属蚀刻片来做这些支撑，然后边境的做起来就会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缝隙，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没有？可以看到这边是可以看得到对侧的，所以因为它的蚀刻片尺寸不对，所以造成你的剑桥是没办法密合的。那你要去修改蚀刻片的话，又有相当多的数量要修改。最后，我觉得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做到看不见缝隙，你只能用补土去补整条的缝，让它看不见对侧。不然你修蚀刻片只是更累而已啊，我觉得是更疲劳而已啊。好，然后 OK，这个地方的零件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是 H6，它写 G6。那这种错误我觉得是不会很严重啊，因为这个零件它不是长得很就是说实在，整艘船就只有它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你看着形状，你应该也是可以找得出东西在哪里。所以编号错误，我觉得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好，然后再来这里就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那边境的金刚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就是它的所谓的挡风罩这些回风罩，它是使用 3D 列印件，所以它做起来其实是很轻松的，非常的轻松。你可以看这些地方，这些它是一体成型出来的，所以你在组装的时候是非常的轻松的。然后你在制作其他牌子的，像是福基米配 Pantos 的时候，哇，那个就是你必须要一片一片一片去把它搭建起来，
所以你如果是使用蚀刻片的话，难免会在某些地方会出现一点点的缝隙，因为每个人组装的不太一样，方式不太一样，对，可是 Pantos 的这一套，我觉得是非常的准确啊，用在这个地方相当的准确。OK， 好，然后金刚级的战列舰，它的后墙是采一体成型的，所以它会对前面的每一个楼层就造成一个应力，是有可能会往上翘，你必须要不断的修正它，才可以让每一层是处于水平的状态。OK， 然后它的所谓的信号齐张线是使用了蚀刻片，对，在这里，我并没有去安装它，因为我不太想再继续做这艘船了。好，然后所谓的电碳，它是使用 stainless 的材质，相当的硬，你在折的时候，中间这个区块甚至会有点变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事干嘛要用 stainless 的材质啊？然后包含它大部分的爬梯，这些爬梯也是使用 stainless 的材质，所以到最后很多爬梯我根本就懒得装。好，再来就是在烟囱的这一个部分的这一个防空机枪平台跟信号灯的这个平台，它的整个底座是不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没办法密合的哦。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的位置在这里，它没办法密合的因为它还会被后面的烟囱顶着，所以它也没办法到它的定位。所以这个区块它是用很大一片的金属蚀刻片所折起来的，然后没办法到定位。那就算了，你可能就是花点耐心去修整其他的塑胶件，你可以弥补这个问题。我觉得或许是可以啊，可是我实在是没那个耐心。对，因为我又在接下来的制作之后发现，在它的旁边这根斜的支撑尺寸太长，所以到最后它是顶在这个孔里面，让你整个座下不来。好，那我就尝试说好把它剪短一点，然后下来之后，我又发现，当它的6个角是着地的，这一根太短，它不是像现在这样插在它的槽里面啊，这个是图画的很好看，实际上你拿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这个叫文图不符。好，然后上面该固定的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开孔，所以你只能是平面粘平面，这样子把它粘上去。所以到最后，我根本就不想动它。这个地方，这一根，好吗？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根本就不够长。这个面它是已经贴在下面，所以照理来说，这一根应该要伸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没有办法，我看看福吉米的是什么样子。福吉米的是被小艇挡住，不过它至少可以稍微看得见，它是有插在它的安装的槽里面。对，所以福吉米的这一套，而是准确很。又撞到了我的金刚号啊，越撞越长。OK， 好，然后后面的这个支架，这个一样是这个平台，预留孔全部都不准，3个孔位全部都不准，所以我是直接把下面剪掉，直接用粘的粘上去。你可以看到它跟它的孔位的差距，应该差距有1 mm 的位置，大概这么多。从侧面看起来，支架它是垂直的，然后前面是贴着烟囱的，问题是它跟烟囱的位置就是差了很多。好，
这个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小艇放上去可能什么都看不见，对，然后偏偏我就没做小艇。好，然后再来就是小艇没做啊，后面这些我也都没装。起重机的部分这一根钓竿，这个我就觉得还 OK， 是还蛮不错的设计。它把蚀刻片都藏在这里面，藏在它的缝隙里面，对，所以这个部分做起来，我觉得其实是还蛮不错的。然后后部剑桥整个后部剑桥结构非常漂亮，所有的蚀刻片定位孔都有给你，所以你在安装环境的时候是非常的轻松很简单的，做起来的东西立体也很细致，这一点就比富士美的好很多。OK， 好，再来就是这个蚀刻片的设计是防空平台跟后剑桥的一个联络道，它的标示是 P125， 就是蚀刻片的第125号。结果我拿出来看了一下，125号是什么东西？125号是登舰梯，它是登舰梯。有常在做船模的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一看就是登舰梯，它不是所谓的联络道。对，因为联络道的形状应该是长这样，这个才是联络道，这个东西。然后它的125是这个东西，是你看它的斜角的这个栏杆就知道，它是这个东西。好 ，OK， 那既然它蚀刻片是错了，那就算了，那你就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零件可以做。问题是 Boulder 它就是已经设定好了，这个零件就是给你金属蚀刻片，所以你没有塑胶件可以来装这个东西，就这个地方就是空的，完全错误。这个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左右侧全部都是错的，所以基本上你就会跟现在一样，空空的，这里是空的，这里是没有联络到的，这边也是一样，两侧都没有啊。好，然后其他的小零件我没装，再来就是到主炮的这个位置。好，主炮的你看哦，它上面画的是栏杆的蚀刻片，画了相当多的角给你。可是实际上，当你拿到主炮之后，你会发现它跟画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样。所以它的预留孔有很多的预留孔是你用不到的，很多预留孔是用不到，然后就有孔在那边，然后也不是每个孔都很准，它在1、2、3、4、5这个地方都还很准，然后后面就完全都不准。所以它的栏杆基本上就是你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围起来而已啊。所以栏杆的蚀刻片设计不行。好，然后你再看到它的有防空机枪平台的主炮，它的蚀刻片，栏杆蚀刻片，照理来说要躲在下面的，结果不是，它太长了，所以它全部都被压弯了。或者是你选择是让整个栏杆跑出来外面，然后你的栏杆就会变成是外扩的这个形状，它不是像它原始设计一样，你这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躲在防空机枪平台的下面，可是你实际上拿到的蚀刻片是长这样，好，那它的这一个我就懒得装了，小艇我也懒得装了，因为我真的是对这艘船完全没有信心了啊。好，然后电碳的这个地方里面的这些零件，它开的超级稀碎，这是一个零件，这是一个零件，
这是一个零件，这是一个零件，所以你光要粘里面，你就粘超多东西的。然后它是 stainless， 然后折起来又很难折，就跟之前的边境大盒一样，你每次在折的时候，它都不在你想要折的那个点上弯曲，它都在其他地方弯曲。对，所以在折它的 stainless 蚀刻片，我真的觉得是很头痛的一件事。好，所以你看，它没有所谓的登键梯给你，可是它却给了你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蛮喜欢做模型，尤其是做日本海军的人。然后他可以让我拆了一盒模型，结果我做到一半就不想做下去了。对，所以它唯一的优势，也不是说唯一啊，它的优势就是它非常便宜。可是它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产品。然后在上市以前，它也并没有经过任何的完整的组装，就匆匆上市了。对，然后又是一个打着价格战的姿态出来，在搞乱市场，所以卖得很便宜，然后可能竞争厂商跟不上它的这种售价，那竞争厂商以后可能就会放弃这个产品。那是不是以后大家就没有比较好的船可以买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是，在我看来是很不对的。如果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产品，然后又可以让你完整的凑出一艘船，不要说它的精细度如何，可以让你完整的凑出一艘船的话，那我觉得还讲得过去。对，问题是它不是，它是让你很便宜的买回去，然后做到一半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不对，然后那个东西裂开，然后你还要再跟代理商补件。可是你有想过，如果你是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或者是你的国家并没有贩售 Border 的产品，你是在网络上购买的，我觉得你会有在制作上会有一个相当的无力感，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就好或不好，我已经把它做出了80%的完成度，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缺点我也完全都讲出来了。如果你还是觉得它是可以购买的东西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去买这条船。对啊，然后就我的网站可能就把它下架，因为我觉得卖这一条船出去，我会有相当多的售后服务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吃力不讨好，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卖这一条船啊。那要买的朋友们，好好考虑一下啊。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应该就开始制作 Aoshima 跟 Verifier 的 Atago。好，那我们下一集见，好，拜拜。